这两天 Meta 带显示的新款雷朋 Display AI 智能眼镜也是正式发售了。对于今年的 Connect 大会来说，虽然关于 VR 的部分确实提及甚少，不过我还是提炼了一些值得在未来关注的重要点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 Quest 的 UI 在未来还会有新改进，它的整体布局将更接近 Vision Pro 的形式，资源库设置个人主页等按钮集成到了底部快捷栏，在仅有几秒的展示画面里，我们还能看到图标被选中后也有分层向前弹出的效果。但老实说，从信息量上来看，目前这个 UI 版本所呈现的标准矩形排列布局和预告出来的这个交错偏移排列其实没有本质区别。我个人猜测还是为了将来的眼动追踪的眼手交互一体做准备，交错偏移的布局扩大了列宽行宽，也更适应眼球运动的角度，否则只是直上直下，可能在眼追选中图标时让体验显得太累。但无论是否出于这样的人机交互设计目的，我们也必将在26或者27年看到全新的 Quest 头显上出现比 Quest Pro 更精准的眼动追踪。目前的 UI 整体效果呢，就看下一代的 Quest 头显的新处理器能不能带动磨砂玻璃了。等磨砂玻璃也能实现之后，那我对 Quest 的 UI 方面就没有任何多余的要求了。最近想必许多朋友都更新了 V81 系统，那 V81 系统可以说是目前好评度最高的系统更新，基于全新主控室所带来的一堆细节体验改变，都让大家眼前一亮。而这也预示着 V81 是 Quest 系统的一个新的开始，因为它是我们体验到了全新 Horizon 引擎所带来的第一个功能。Meta Horizon 引擎目前已经取代了原本构建 Horizon World 的 Unity 引擎。Meta 对系统层的核心架构进行了彻底的重建和全面优化，来让未来的 Horizon World 和主控室能够承载更多的可能性。Meta Horizon 引擎基于可编写脚本的渲染管线，为新的视觉风格和效果开辟了可能。它拥有像其他游戏引擎那样的行业标准功能，如基于物理的渲染材质和光照贴图，同时还能实现更复杂的游戏类型开发，如 RPG 和模拟游戏。另外，它还支持源代码控制等基本的开发功能。这就是为什么 V81 的主控室在切换家园环境时会看到灯光和色彩的美妙过渡，场景的材质运用也更接近 PVR 的感觉。随着未来的性能迭代，主控室的视觉质量还会进一步的翻新。当然，完全自主的引擎也更易于 Meta 工程师添加自定义的扩展功能。我非常喜欢目前的夜色极光场景，当你看视频的时候，这个主控室场景就是一个完美的观影场景，都不用额外做一个影院应用。未来新主控室还会开启邀请功能，Quest玩家将能够邀请多达7位朋友前来一起看电影和玩游戏。受益于这个从零开始打造的新引擎，还有 Horizon World 更换为新引擎之后，每个单独的 World 的加载速度提升了4倍，意味着你在不同世界中传送移动的时间将大大缩短，且单个大型 World 的可容纳用户提高到了100名，运行性能显著提升。不过现在已经有少数几个 World 已经迁移到了 Horizon 引擎，如果你的网络可以打开 Horizon World，进行分辨的方式也很简单，当你按下左手柄的菜单按钮，如果弹出的窗口样式跟主控室的窗口一致，那就是 Horizon 引擎。如果还是老的这种纯白窗口，那就还是 Unity 引擎。那为了加快基于 Horizon 引擎构建的 World 快速推出， Meta 也全新推出了 Meta Horizon Studio，这是一个专门给用户开发制作 Horizon World 的编辑工具。比起最早的版本，现在的 Horizon Studio 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生成式 AI 工具集，创作者可以利用简单的文字提示词就能够生成 3D 网格、纹理、天空盒、环境音频音效和代码，甚至可以生成一个完全绑定骨骼并带有动画的 3D 虚拟形象作为 NPC， 通过 AI 它能够直接跟玩家对话。所以 Meta Horizon Studio 的诞生大大降低了创作沉浸式世界的门槛，尤其是 Meta 已经把原先 Horizon World 对标 VR Chat 的目标更换为面对 Roblox 的竞品，主打儿童用户和大力推广移动手机端之后，部署一个极易上手的开发创作客户端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另一个以 Horizon 命名的新应用是 Meta Horizon Hyperscape。虽然我们此前在各大头显上看到过很多关于高斯坡间的应用，但基本上都纯观赏为主。Hyperscape 应该算是第一个允许用户上手扫描的，即便 Quest 3和 Quest 3S 的摄像头分辨率很低，但最后的效果目前来看称得上满堂喝彩。你只要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大约5到10分钟，就能够捕捉好一个场景，之后上传到 Meta 的服务器进行1到8小时的云处理就能够打开。这里要注意的是，目前你打开扫描后的高斯坡间场景实际上是云串流到 Meta 服务器来观看，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网络不太行的话，就有可能打开闪退或者进入之后非常的卡顿。目前的话 Hyperscape 是只在美国推出，之后才会推广到更多国家。
Meta 表示他们下一步是实现 Hyperscape 的多人功能，让 Quest 3玩家可以互相邀请其他人以 Meta 虚拟形象的身份加入到已经扫描生成的场景。所以 Hyperscape 的未来是大有可为的，要是还能够开放本地缓存文件的话，对于我们这种跨洋的用户来说就是巨大的利好。至于内容方面这次 Connect 主要强调了平面娱乐这一块，因为根据 Meta 所说过去1年 Quest 用户在2D 应用上所花费的时间增长了 60% 以上，这让 Meta 意识到扩展2D 和窗口应用是未来急需着重发力的增长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Meta 自家的 TV 应用随着 V81 系统更新而改版，现在变成了 Quest 的媒体枢纽中心，把商店里主流的在线流媒体应用都集中到了 TV 首页，方便用户快捷的跳转。后续迪士尼加、Hulu 和 ESPN 的在线内容也会上线 Quest。 同时 Meta 也特地找来詹姆斯·卡梅隆为自家的娱乐媒体生态站台，并带来《阿凡达3》的独家 3D 预告片和限时独占片段。据说明年的分体式头显部分大概率会使用 Micro OLED 的显示屏。 Meta 在影音内容方面非常看重，目前除了跟詹姆斯·卡梅隆合作以外，还在向多家影视制作团队提供报酬，让他们制作像 Vision Pro 沉浸式视频那样同等质量的影视内容，来作为部分到时发售时的首发内容。虽然这次没有怎么提及 VR 游戏倒是有一个跟游戏相关的重磅应用 Discord 将要在明年正式上线 Quest。 目前来看 Discord 不会是 PWA 网页应用，而是一个原生的 Quest 2D 应用。其实早在克鲁时期，玩家就有呼声要求 Meta 搞定 Discord， 因为作为全球最大的游戏社群交流平台，开发者可以在这里跟社区建立紧密的连接，同时玩家在 Discord 上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现在正在玩的游戏。想象一下，你在玩 Quest 游戏，没有 VR 的 DC 用户也能看到你在玩 Quest 游戏的状态，那是不是就能够扩大 Quest 游戏被其他玩家发现的概率？因此 Meta 自己也直言，这对 VR 开发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未来随着 Discord 应用在 Quest 平台的推出， VR 开发者将拥有一个强大的发现引擎供其使用，无论是推广自己的游戏还是跟社区积极互动，都将变得更加快捷。总的来说，今年的 Meta Connect 虽然将更多聚光灯头像的 AI 与智能眼镜，但透过这些看似零散的更新，我们可以看到 Meta 对于 Quest 正在逐渐完善系统基建的建设。或许下一代 Quest 的经验意见会出现在2026、2027年，但属于它的软件与生态的发展进程，此刻就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OK，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是永远关注最一线 VR 游戏和 XR 技术应用的 Loading VR 轴圈。如果你也是对 XR 相关感兴趣，欢迎加入我们的玩家交流社群。最后别忘了给我点赞、投币、转发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